嗨，大家好，我是木头人。随着我们都市的更新，我们的老房子是越来越少。有在接触木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像这样子的老窗框其实都是很好的材料。这种料有些是窗框的料，有些是门斗料。就我的经验来说，台湾块木是里面最大宗，大约可以占到90%以上。运气比较差的话，你可能捡到会是柳安，或者是母木，还有香山。但你运气如果非常好的话，你有可能捡到肖南的。依据我的经验，大概1000只里面才会有一只。如果你可以捡到肖南的门框料，那基本上你可以去买乐透了。像这样的材料，其实处理起来是非常麻烦因为它上面布满了钉孔然后钉子一大堆，上面还有一些水泥厚厚的旧漆所以我们要处理它就要花比较多时间。有时候你花到的工会比你去买新的材料还要贵。最糟糕的是，当我们把它整理干净之后，你还会发现材料上布满了钉孔还有它原本的接榫的位置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有时候在做成成品之后就比较没那么好看。有时候我们在路边在闲晃的时候如果有住家的装潢在整修，有时候他门口就会丢这种窗框料通常他们都直接摘到垃圾场去。这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业主可不可以去捡通常业主会很高兴你帮他清垃圾，因为现在垃圾处理费是越来越贵你帮他捡，他也会感谢你。像这种旧料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上面的油漆，你可以看到，光是我从废料堆随便找就可以找出5、6种颜色。通常我会把这种旧漆来当做我创作的媒材我不一定会把漆都去掉要看你用在什么设计上面。这一次我会用这些小短料来做一个壁画，我会保留这种旧漆的质感，当然这个画上面还要加上一些功能让它有一些实用性那废话不多说就看我怎么做。我把两边都削平了，现在我就来编排一下它色彩的位置。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排啦，就是自己觉得顺眼就好。我就比较偏向把比较相近的颜色把它分开再来我就把它的长度给定出来。你可以看到这几只全部都是块木，超香。通常体积一样的话，重量越重的它就是越香这代表它油脂比较高还有它的颜色越黄就代表它的精油量越高接下来我要把它片薄这么厚的话太重了我要把它变薄一点。看我把它降到了2公分厚，然后这些是我刚刚切下来的小料，这些就可以留着拿来做别的利用。现在我会把这边这2个连起来，这2边连起来，会变成2道门然后中间这3片的话，我会再把它中间切3个细条出来，我会用来制作挂钩。现在如果还看不懂的同学，就继续看到最后吧。现在这个面板的总尺寸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嘛。接下来我就会定一个框架来搭配它。我不想让我整体的感觉都是旧旧脏脏的。所有的框架我用新料来制作，我要使用花木夹板来制作这个框架。在我制作框架之前，我会先把2个门片给粘起来。这样制作工序会比较顺。像这样子30公分长的木头，大概夹个2个夹子就够了。
像一个简单的框架就出来了。很多人不知道花木夹板是什么，它跟一般的夹板有什么不一样？花木夹板它的硬度比较高，而且它在粘合的时候，它是做的非常细致。它不像一般的可能大陆进口的夹板或台湾制的夹板，它的木材比较没有那么好。一般的夹板我们外面都会在做贴皮的动作，因为它本身木纹并没有那么好看。像花木夹板的话，它的纹路就非常漂亮，而且它木材边缘的这个层次，我个人觉得是蛮漂亮的。可以在比较高级的音响的箱体，还有一些家具上面会看到花木夹板的使用。现在我就把这个框架给组起来。这里我使用锁螺丝工法。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锁螺丝工法？金龙聚二锁螺丝，大家应该听过吧？不用我多说。像我现在用的是 1.2 公分的花木夹板，因为它的厚度没有很厚，所以在锁的时候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很容易锁穿，不然就是把这个夹板给撑爆。所以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沉孔刀，把沉孔给做出来。因为我等一下还要补木塞，所以我会洗深一点。再来就是角度，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转的时候我是斜着转的？这是因为我不能离这个木头太边缘，我如果从这个方向转进去的话，这里一定会破掉，所以我必须斜着转，而且离它一段距离，让这里留一个亮，我这样子斜着转过去，这里就不会出现瑕疵。当然我们可以把螺丝放上来，我们大概抓一下斜度，我们要确定螺丝锁上去不会穿过这个夹板，所以这个角度就非常重要。一个小诀窍，如果怕锁的时候这里被撑开，这里可以先夹一个夹子。这种木塞是市面上买得到，工具行就可以买到了。它的 size 必须跟我们的沉孔刀是相匹配的。8 mm 的木塞就要配8 mm 的沉孔钻。不要说孔洗完之后比这个木塞还要大，那就会有问题。沾点胶塞进去。接下来等这个胶干呢，我才可以去做打磨。现在这个框架的做法比较类似装潢木工的做法。在装潢木工的技法里面，它的背板是非常重要的。背板的用处主要是要加强它这个框架的结构。如果没有背板去做支撑的话，这个框架就会扭动。所以必须用摩尔钉的钉枪，从背面把背板固定在我们的框架上。这个背板它是否有直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等一下钉的时候，这个框架会贴着我们这个背板去钉，所以这背板如果不是直角，我们钉起来的框架就不会是正四方，它就会是一个菱形的框架。所以你要很确定这个背板是都有直角的。我们在钉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大面，先选一个面去把它钉。我们先选一个比较长的边，把背板把它抓起，先钉好。其他3个边我们都不理它。第2个面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时候你会发现，我如果去移动这个背板，它其实是会移动的嘛。我们必须把这个边跟我们的背板切齐，这样我们就能确保第1个面跟第2个面是呈现直角。这样我们第3、第4面就能确保它也是直角。所以这里先把它抓齐，先钉1针。再把剩下的给钉上。
好，接下来2个面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只要注意说这一块板子不要凹陷在里面就好。如果凹进去，我们就把它拉出来，抓起。好，至于这个背板要不要上胶，就随你。有上胶的话，它的耐用性比较高，而且你如果不小心大力敲击到它，它才不会脱离。我刚刚粘好的这个面板，我把它放进来。中间是我设计的挂钩，我必须把轴心大概放在这个位置。这挂钩打开的时候，大概就会呈现这个样子。所以我必须先把这3片先夹在一起。现在我必须装一个轴心在这个地方。这个钻头尺寸我会配合这个竹条。在我把竹条敲进去之前，要把这挂钩先做处理否则等一下挂钩会打不开。我等一下挂钩必须这样子去掀开嘛，所以这个底下这一节必须把它去掉。然后上面是内侧，好，切起来就会像这样子。下面必须是个圆角，然后上面是圆角，它在开的时候才不会卡到这个框架的上下。然后这里我也做一个挂钩的槽。这时候我就可以把竹钉给塞进去了。这竹钉不需要拧，因为它根本掉不出来。这时候我就可以来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当我推下面的时候，这挂钩就会露出来。当挂钩的后侧顶到背板的时候，它的位置就固定住了。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左右这2只给固定在框架上面。我使用一个夹子，把上下板往内夹，要把挂钩左右这2个木板给夹住。这样我在锁的时候它就不会跑掉。我们把这个面给抓齐。我使用胶跟竹钉来固定这个4个点。这时候我就可以上胶，然后再把它放回来。竹钉这个孔也要沾一点胶。等胶干掉之后，这结构就非常牢固了。接下来就一样画葫芦，把剩下的都组合上去。
哦，刚才我上完蜡把它挂起来了。哦，像这样的小作品，如果挂在背景比较干净的墙上，哦，它就会非常的吸眼球。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钉上这些木条，哦，纯装饰的话，当然也很好看。哦，可是这样又有点无聊，所以就可以把它的框体给加厚。哦，你就等于多一个小的置物空间。哦，中间这些挂钩，我就可以拿来挂帽子之类的。中间这部分如果我把它镶上玻璃，哦，做的像左右这两边一样，我就等于多一个置物空间，我就可以把它挂在厕所。这个地方就挂上毛巾，有非常多的创意可以发想的。有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的朋友，哦，我要把这个送给你，我要把它拿出来抽奖。而参加这个活动，你必须对这支影片点个赞，然后在底下留言，我将这支影片分享到 FB 或者是 IG， 上面3个条件都要满足才可以符合抽奖资格哦。你如果想学习怎么做损叶家具，就赶紧来加入我木匠学院的线上木工课程。好，那就在此祝你中奖，我们下次见，拜。